好，想倒，再往后倒，对，拉发力，哎，很好。这个地方只要一旦使上劲儿，你的这个脚就会往地上去抓。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的大腿前侧、后侧、外侧、内侧都是同时走出劲儿了，知道了吧？来，往后躺，做发力抓脚。现在正在站桩抓脚，非常好。大腿的后侧也能够通过站桩去把力量发出来。哎，对姐姐，但是有点过度了，太过于紧绷了。哎，对，3分力哦，4分力，稳住你的身形，你的下盘就会稳定的去发力。这个姐姐对身体的控制强度很好。来，走。现在老师正在调桩。哎，对，轻轻一发力。调桩，对，很好，就是你的劲儿是一段一段的，能不能让它持续起来？就是像我抓你，你不要这样抓我，我让你抓住我不要动，但是不要那么大的力量，3分到4分力，哎，好，抓住别动，始终保持着，哎，我想往后倒，但我这个耙子抓住地了，然后整个身体形成了一个，哎，合劲儿，很好，对，然后这样去站桩的时候，你对，姐姐，松胯，你看这大皮筋儿，对，放松，步子太宽了，可以稍微窄一点，对，再窄一点，再窄一点，再窄一点，好，对，这一期都是做一下，好，稳住啊，上身直立，立身中正，松肩坠肘，微捋回收。正在做这个，哎，好，轻轻用一点点劲儿。俗话说，轻轻让腿下面用一点点劲儿。入门先练3年，哎，很好。所以桩非常重要。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桩功的一个入门的感觉。姐姐脚也可以近一点啊。太宽了，就是尽量是与肩同宽或略宽于肩，不用那么大，不用那么大。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需要说几个点啊，来姐，以你为核心啊，来，其他姐姐站着看。然后第一个点来侧面，第一个点呢就是来领腕上提，来走一个站桩，对，开步，对，开步，与肩同宽，对，好，来两肩内旋，领腕上提，好，注意看他的肩关节啊。好，来变成对手，好站桩，落手，对，不要紧张，我叫不紧张，对，好，来同学们，看到这个问题出在哪了吧？首先第一个点啊，我们的使人的手臂啊，小臂可以转，看到没有？小臂可以转，我们很多同学是一领上腕以后，只翻动了小臂，手肘有变化没有？没有。好，现在我把他手拿住，来。手别动，区别是不是大了？所以这样一走，肩是下来的，然后光动这儿，肩膀是不会下来的。所以区别就在于我们到底是以肩关节还是以腕关节呢？我们要以肩关节为核心，手抬上去之后，你看手不是相对了吗？对到这儿以后呢，手腕没有螺旋，肘关节再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做到含胸拔背、沉肩坠肘。就在这一点点，知道了吧？所以这个姐姐刚才站桩的时候，明显一从正面看，她是在架肩，力都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没有？所以她站一会儿会肩酸、手麻、手凉，气血是不通的。如果她沉下来以后，这块是松下来的，力合到了背上。来，姐姐们摸啊，摸我，看啊，我给你们一感受，你们立马都发现了。摸这个，先摸这个地方，是不是鼓起来了？棱棱。好啊，然后一个手再摸着我的后背。好，现在让这个棱棱下去，背后打开，是不是区别大了？然后这个地方会松，然后这个地方会合，这叫沉肩坠肘。然后如果你这样，看到没有，背上就没了，全都在棱棱上了，这叫挑肩架肘。看似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松沉下来，肩与背的相合就在这一点。所以你为什么会胳膊酸？因为你这儿一直在发力，然后这个位置没有力。姐，你别光捏我胳膊，你。那个手过来，对，啊，看哈，这样是软的啊。要感受力的发，对，这叫含胸拔背。然后人说来啊，你看现在啊，如果我先摸这个位置，现在是挑肩架肘，力是不是都在这儿？骨骼愣愣啊，然后你的胳膊一会儿就会酸，然后这儿时间长了会带动你的血液不循环，压住你的小管管，不通车，然后手麻手凉。这就是好多人越站桩身上越凉的原因啊，肩关节不通了，好，然后你再摸这个位置，如果我架肩了，这块是软的，一点东西都没有，好，沉肩，然后一会儿再摸肩膀啊，紧了，然后再摸胳膊上，这个棱棱就会变小，对吧？我这所以原因在于哪？原因在于看哈，
原因就在于这里，肘关节的上旋和肘关节的下旋，它们两者之间一个肩关节动，一个只有小臂在动。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身体的运动结构。你想做的成，你看第二句话就是啥？就是含胸拔背。含胸是怎么含的？你是通过内旋，看到没有？把胸含进去了。一领腕，好，沉肩坠肘，胸还是含的，肩膀也沉下来了，发现了没有？那还有一句话说，老师腋下含空是啥意思？好多人说我要炸开，这叫腋下，那不叫腋下，那叫炸肩。腋下含空的意思，来摸着我胳肢窝，说摸摸适不适不适合啊？腋下含空的意思是啥吧？是当你沉好肩以后，我的胳肢窝是不是陷进去了？来摸，看啊，好多人认为腋下含空是这样，这不叫含空，这叫含空。所以人总说腋下会有一个鸡蛋窝，这个窝是沉出来的。对，明白了。来摸，快，摸的机会不多啊！看啊，这是腋下。好，你这样炸，腋下是肿的；这样沉，腋下会往窝走。看到没有？哦，好，你别搁着我啊！这是空，看，窝就出来了，看到了吧？它会往里陷，然后你的筋骨就会被打开。好，放松啊！腋下含空不是让你炸肩吗？沉下去，窝就出来了，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腋下的窝是怎么出来的？沉肩坠肘，含空，让肩与后背形成一个整体，窝自然就伸进去了。它这个窝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筋骨在沉肩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抻拔。那你看，我同样立身中正一抻拔，我也有窝。那有的人就非要这样。大家觉得哪种正常？那是不是要立身中正才正常？人家都说了，脊柱要拔成一个直线，你这样越弓，它就是驼背，对不对？反而会让你越站越圆肩，越站越头前倾。那么反观这样去站，你会越站人越正，气势体态都会越站越好。所以这就是咱常说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有的老师不愿意让你摸，没事随便摸啊，我不要脸，摸我就行了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奉天理气的目的是啥？看啊。我们人的肩关节，就咱们这边的姐姐，这个姐姐体态好，这个姐姐体态好。什么叫圆肩驼背？这儿鼓个包，哎，没有，就是指着你说，啊，圆肩驼，这儿鼓个包，这儿鼓个尖儿，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是这样子的，没有肩，头还前倾。然后你觉得，哎呀，老师，我天生就这样，跟天生没关系。你有肩，肩膀往外一旋，你就有肩膀了，看到没有？肩膀变宽了，为啥呀？因为你肱骨前旋。然后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肱骨前移，它是这样子的，头是正的，对，也是一种溜肩的状态。所以这个奉天理气的动作是干啥的呢？两手一合，手肘一伸，哎，往这一走，你看肩关节向做一个。你说老师，那我直接这样过来不行吗？不行，因为你只是改变了肩膀的肌肉拉伸的位置，你过一会儿就累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手臂向后旋，向外展开，它能改变整个肩关节、关节腔、关节囊的位置。好，再下来。你看，现在我把我自己做成一个溜肩啊，我自己现在溜肩了。看，我一边做奉天理气，一边不做奉天理气，非常简单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右边做吧，啊，好，这边走，好，现在看我右肩跟左肩，区别是不是很大？这就是关节位置改变。所以练太极拳，老师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和关节特别了解才行。等一会儿让我把这边做回去，因为可不得劲儿啊，明白了吧？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判断自己是否圆肩，是否溜肩。这就是功。功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加好看，然后气势会更好，而不是让你越练越勾了头，越练肚子越大，那叫功吗？那不叫功，知道吧？那叫害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你把肩膀回正，你是不是永远都能感觉到肩膀往下一坠，坠的自己的两肋和背后是可舒服的感觉？你也不会觉得，哎呀，老师我驼背，你挺一会儿可累。但是肩关节一回正以后，你挺到这儿一点儿都不累，反而还觉得自己可胸腔这个位置可宽敞，觉得呼吸好像都顺了。为啥？因为骨节终于回到它应该回到的位置上了，多年一直来的压迫给你打开了，就这个感觉，知道了吧？所以这就是站桩的核心：一、调控我们的身形体态；二、调控我们的呼吸节奏；三、让我们找到身体的自然放松和关节之间的联系啊。来，再做一会儿啊，咱们把站桩练上个10分钟，然后通过站桩的过程里，我去给大家去调啊，去调。来，两脚并拢，立身中正。然后这个地方呢，咱补充一个知识点，叫做百会上拎。百会上拎并不是让我们想象头上有个线在那悬着你、吊着你啊。我们人的骨头可有意思，这是不是我的颅骨，对吧？
你推着你的下巴往里往下去走啊，不是压下巴，姐姐，不是缩双下巴啊。它这个感觉是啥呢？就是你的头骨产生了一个下旋回升这样的感觉，你能感觉到你的脖子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上下拉长的感觉？来看啊，拿手比个耐克啊，托住你的下巴，就这两边有个骨头，摸到了吧？下颚骨啊，好，摸到下颚骨以后，你让你的手这样去往上使劲，像铲子一样，好，铲回去，一收回来，没有双下巴，能不能感受得到你的脖子后边再有一种向上拉长的感觉？这叫百会上宾。这你推反了，不是往这儿推啊！来放松，把后脑勺躺我手上，对，啊，走，是不是这儿有拉长感了？对，你脖子都正了，人都正了，知道了吧？所以百会上拎的感觉是回来，头正了，整个身子全都会正。啊，没有用，你怎么你想象不到，因为没有被拎过，对不对？所以说，来，姐姐们啊，都站好啊，别动，我一个一个拖一下下巴，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啊。来，躺我手上，对，好，放松自然，走。好，不动，这儿有拉长感，这就叫百会上拎，然后整个人一看头是正的，来，躺我手上。往后躺好，躺好啊，走。好正哦，后面拉长了啊，来躺手上，好，不动啊，走。知道了吧？百会上拎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来，接躺手上，对，很好，走，放松，你不要跟我对抗，对，好，哎，很好。啊，脖子上就是拉长，你看双下巴也没挤出来，咦，还有双下巴，啊，被理解了吧？哎，这个百会上拎的感觉指的是你的颅骨产生了下旋和上旋，然后形成了一个后颈处与后背产生的上下拔伸感。然后我们呢，来直接做一个平开步。现在呢，我让你找到什么叫头与尾的上下对拉，下颚一内旋一收过之后，好，屁股往后坐，来。现在啊，先找到脖子上拉长，有了没有？有了，给我说有。有。好，来，就先找啊，先找，有了吗？好，有了。现在收小腹，拉尾闾，整个后背从上到下全部拉长，感觉到了吧？而且这会儿一拉长以后，你就发现，哎，老师我好像一边拉得紧一边拉得松，为啥？通过站桩后背传过来的体感，你能感觉到一边紧一边松，证明一件什么事儿？你站桩的时候已经感受到第一个身体的不对称了，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腰椎间盘突出？哪边紧，那边就不突；哪边松，哪边就突出。所以当你一收，哎，发现脖子跟腰一拉开以后，后背一边松一边紧的时候，那正是站桩在帮我们调节身体平衡的时候。为什么要对拉？上下一拉，肌肉有一个背后从腰的一个延展拉长。整个竖脊肌在上下对拉，是不是？竖脊肌是哪？就是我们背后这两条大肉，就是里脊肉，啊，里脊肉。当你咱的里脊肉一拉长以后，你会发现腰、脖子它们两个上下一呼应，后背你会静下心来啊，静下心来放在这儿啊，低着头，咱们站个无极桩啊，男士左手在内，女士右手在内啊，劳宫交叉，劳宫啊不是那个虎口交叉，劳宫对应于丹田，懵了啊。所以收完之后，下颚一收，尾闾一收，去静下心来，把意念放在你的脖子到尾闾后背的这一段。3个深呼吸，感受吸气、呼气时后背拉长的这个感觉里面，有没有哪边松哪边紧的感受？对，放松去感觉，是右。和前面都会行，对，整个扩张起来像气球一样。来，没事没事，放心，不碍事儿。摸摸我怀不了孕，来走，吸气。同学们，我们这就是有问题的好看哈。还有最后3分钟就开讲，没有参与的抓紧参与一下福袋。感觉到了吧？老师讲的是站桩的，这是呼吸啊，走吸气。对，这就是错的。好，看好吸气。呼吸很重要，对。
现代人大多数都是生存式的呼吸，所以所以一定要吸气呼气的时候，学会对吧？正确呼吸整个身体呱像一个气球鼓起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在吸气的过程，为什么会总是觉得气不够，气上不去，就是因为一吸气顶到后面了。然后姐，你不是为啥好奇我的嘴会红吗？就是因为气息很有力量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知道了吧？所以站桩的过程里面，一方面能够提升你的呼吸的能力，另一方面能扩充你身体的，不能说能量吧，就是说你身体的一些机能身体的一些运动机能。所以呼吸的过程里面，千万不要总想着老师呀，我一吸要敛入脊骨，你这就不叫敛，你叫扣。本来气息想往上走，你封住它走不了，然后膈肌就会受限，膈肌一旦受限，它就想运，它一受限以后，它的那个伸缩就会造成什么？造成我们闷气。这就是我们练拳当中师傅常说的横气填胸，觉得再吸不上去了，气都到这儿了，上不来，为啥？因为你压着它肯定上不来，对不对？所以觉得让身体像一个膨胀的气球，咵鼓胀，呼吸上边大了，下边就小了，然后一呼气，下边大了，上边就小了，能理解吧？而且第二个感觉，来摸肚子，摸肚子，呼吸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变化，你看，来吸气。气势上去了，对不对？好，呼气的时候，肚子不是软趴趴的掉下来。好，用力啊，看呼气，有没有感到我的腰跟我的肚子是同时？对，还有这组。对，好，再来啊。中吸是圣人的境界。哎呦，现在是这个来看吸气，修行之人的吸气。小腹内收了，对不对？好，呼气，感受摸腰和肚子。新进酒店的同学，左上角给总老师感觉到了吧？腰跟肚子是同时向外膨胀，对，所以身体它不可能看吸气的。站桩、太极混元桩，这不行，好，呼气。在讲如何正确呼吸。我要掉。左上角的福袋最后1分钟没有参与的抓紧去参与一下，知道了吧？的这些腰方肌，它会随着肚子的鼓胀而去收缩，然后腰方肌鼓出来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你的肾两边，因为腰方肌正好在肾上，肾的上面覆盖着，所以腰方肌一旦扩张了，就会让人感觉，哎呦，你把气都吸到腰，呼到腰上了，那他纯放屁，那就是忽悠你们不懂。腰上是没有气使的，所以你一呼气腰鼓起来了，是因为肚子在做鼓胀收缩的运动，把你腰方肌刺激起来了。那为啥说这个肾呼吸对身体好呢？是因为在这个呼吸的过程里面，能提升你的腹腔和腰部的稳定性。因为你看肌肉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它是不是就在锻炼肌肉的灵活性？原来我们为啥会闪着腰？因为腰方肌没有力量了，太松弛了，所以呼吸的时候刺激到它了，哎，越来越有力了。就像我们常说的，用进废退。你学如逆水行舟嘛，就如果说你越是往前滑，它就会越往前进步。如果你不动了，它顺着水对退化了。知道吧，姐姐啊？所以这就是太极拳和站桩里边呼吸的一个魅力，既让觉得从外观上好神奇啊，但实际上都是在以咱们的筋膜和肌肉系统来进行一个锻炼和提升，懂了吧？这就是站桩。那其实你要再给你讲点别的啥的，来啊，来，这是吸气，小腹内收，好，呼气，腹部腰。同时打开是吧？就是整个就变粗了，就这种好玩的东西啊。但实际上它不是腰里进气儿了啊。我们皮下组织是不能进气儿的，进气儿了那就胀气了，那就坏事了啊。所以说我们人的身体呢是啥？它并没有往外鼓腰，而是腰上直接绷紧了，变粗了，是吧？就那种感觉。哎，那站桩在我们最基本的形态里面就不需要我们有任何的再去胡思乱想的东西了。然后最后再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易且好玩的东西。怎么简易怎么好玩呢？看啊，来，咱们站着一个桩，我们带着大家感受一个看似很玄，实际上一点儿也不玄的东西啊。来，每个人身上是不是有热量，对不对？你对着，先对着，对着，手对着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不是有能量，对吧？我们人说不能说能量吧，咱们运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方式来说。每个人身上有热，有气息，有血液。好，自然放松，让你感受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人说这是我的磁场在影响你的磁场，咱换种好懂的。我的热量让你感受到，我的存在让你感受到。来看着我的手，我不挨到你，没事，一会儿都玩啊。
能不能感觉到指尖上有我手过去的那个感觉啊？再来一次啊，看着很神奇，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我的手心上有热，手背上有热，然后让你的指尖感受到了。有一点热量。对，就是你这个感受的过程里面，哎，你会发现我好像切断了个绳子，你的中间有个东西过去了。对。但这玩意儿神奇不神奇？因为我的热量在影响你的热量，这就是磁场。但是这个东西玄学吗？不玄学，它很科学，因为它动你也有感觉，谁动都有感觉，知道吧？来，放松啊，来手分开一点，给我手过去的空间宽一点啊，好，放松，静下心。是吧？能不能感觉到我的手在经过？你明明没有碰到我，对，是吧？好像是碰到我手啊，但是好像碰到你手指头了啊，这就是好玩的地方。来，姐姐，好，放松，哎，手稍微开一点点，要不然挡着我手了，太开了。近距离一点，我们才能互相的去影响对方，好玩吧？啊，有一个阻力啊，对，好玩的很。因为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它好玄学吗？它不玄学的呀。它不玄学，它就是我们身体之间的一个热量在互相在影响着对方，引导着对方。前面私信老师，我们最近的2期，一期是9月13号这一期，是吧？一期是10月1号，好玩的啊！这个美甲可能会影响磁场。来，看一点啊，放松。也有，但是你好硬啊，姐姐。你只有松下来才能感觉得到，你好紧张，好硬。不是，我的腿已经撑不住了又。我觉得姐你应该是感觉不到，你好紧张，这个地方太紧张了，知道吧？啊，这个地方，哎，好放松一点。走。同学们，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话，不行，姐你太紧，老师点下关注，我经常把手切疯了，你都不一定能感觉，知道吗？放松一点啊。所以咱们同学们明白了没有？只要你松下来的时候，你的身体静下心。这个并不是什么玄学和神学，它只是因为我散发热量，因为咱们人嘛，每天吃了饭，这些身体的不断在消耗，不断在散发热量。你站这儿也有热量，我的手往这一切一过去，你能够感受我这个热量经过你，那就相当于是没有挨到你，但你挨到了我溢散出来的热气了，所以也就是相当于你挨到我了，知道了吧？这就是人身体的感知。也就是气，知道吧？不神奇，好玩，知道好玩啊！来，现在呢，我们一起站上5分钟的桩啊。然后呢，我给你们引导，什么引导呢？我教你们走小周啊，小周。太极拳当中的传统的站桩里面有叫做小周天和大周天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去想象的特别神奇，我们只需要把意念集中在哪里呢？就是我让你把想法和感受集中在哪个位置。你就集中在哪个位置就行了，一共就10来个点儿。小周天从前到后一下走完，你会发现走一圈之后可舒服。呼吸自然呼吸，均匀缓长。呼吸啊，来，两脚并拢啊，保持自然放松。来，双手沿头后做穿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只感受肩关节是否向两侧打开，手肘下压以后，哎，上身直立了，保持身体自然安舒了，哎，屈膝松胯，往后坐下沉。好，提左腿向左横开半步。来，脚尖脚跟落地时，先屈松右腿，将重心缓缓移至两腿中央。好，双臂内旋，含胸拔背，领腕上提。好，做好之后，与肩同高，松肩坠肘，肩膀外旋，姐姐外旋，对外旋，想象嘎吱窝在夹东西，对，夹东西，把肩膀旋下来。好，大指朝上，四指相对，保持身体稳定。好，听好啊，来。先做一个呼吸循环，保持自然放松，将你所有的意念集中于你肚脐眼下3指位置，小腹丹田来做自然呼吸，引导大家去找到那个气感。呼吸时，整个意念放松，感受小腹是否有鼓胀、充盈、发热、发酸等等一系列感觉，然后再去稍微动一动，看看你的小腹有没有自然内收，腰腹相合，小腹里合，丹田内收啊。去用自己的意识，在你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来控制它。好，当你有了这个感觉之后，来，同学们跟着我的口令慢慢往后走，意念下行，来到你的会阴，去感受会阴此时此刻的体感是热、是胀、是麻、是痒，是否做到提肛收腹。
为什么一定要提肛？因为你会发现，当我们的括约肌，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粗糙啊，肛门在往上夹紧的时候，就是我们上厕所把粑粑夹断的那个劲儿。你在用力的过程当中，你的气息往下走，提肛收会阴是为了让你的这个腰腹核心的腹内压变得更加饱满、更加夯实，你的丹田能够变得更加的鼓胀饱满。这就是提会阴的理由和原因啊，避免你泄气漏气。你总不能一呼气往下一压，叭，整裤子里了，那不得打个拳得换裤子，是不是？所以说，收住你的小腹，合住你的会阴，感受会阴此时此刻的体感啊。好，有感觉以后，肩膀放松，姐姐啊，对，你看，你闭着眼睛，我指你都知道我在指你，这是为啥？这就是能量啊，但是不是神学，这是我们的意念和感知啊。好，来第三个点。将你的意念向后向上去行，感受尾闾。感受尾闾的过程当中，屈膝下沉，是否能够感受到尾闾放松自然下坠？尾闾处是否有微微的、胀胀的、热热的、麻麻的、痒痒的任何的体感？只要你有，那就证明气息和意念和感知能够到那个地方，你是通的啊，你是通的。好，一个呼吸循环感受到之后，继续上行。来到哪？来到你的命门啊，肚脐眼正后啊，肚脐眼正后，我们的命门位置，在尾闾下垂、小腹内收时，能不能感受到命门两侧、腰方以及你的竖脊肌，还有你的腰椎部位有上下拉长感？有拉长，好，静下心，感受一下你的汗顺你的后背往下流，看看流没流到你的腰上啊，都是体感，腰上空灵自然。热乎乎，有一种悬吊感啊，热乎乎的，很舒服。好，意念再上行，来到你的夹击关。夹击关在哪？膻中正后方啊，膻中正后方，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胸椎，下颚微收，百会上拎，感受夹击跟尾闾的上下对拉有没有拉长我们的夹击关。在呼吸的过程里面，能不能感受到吸气夹击关拉长，呼气夹击关放松啊？慢慢去找感觉，不要着急，不要慌啊！几个呼吸循环找到了之后，好，意念继续上行，来到我们的玉枕关。玉枕关在哪呢？我们的枕骨的这个位置，感受一下你的后脑勺有没有通过站桩像我们吃辣椒的感觉一样，越近你越能感觉到后脑勺像有蚂蚁在爬一样，感觉到你在出汗，感觉到你在发热，后脑勺痒痒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后脑勺有那种热热的感觉，往后脑去闷。那种感觉。好，再往上来到你的百会，头顶百会自然上拎，感觉有一种喷薄向上的感觉，头顶向上好像开了个口一样，天门啊，开上去，感觉头顶上拎时，百会自然安舒，小气小血都在往头顶上去盖，好像顶了一本书，头上有一朵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一样，很轻微的顶着它。意念只要到了，感知只要到了，就能来到这儿。好，再往前来到眉心额前啊，眉心额前呢，这个地方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就有点神学玄学了。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也不是小时候，就是他说我们人中的这个位置有第三只眼睛。在现代科学说，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松果体。什么叫松果体呢？就是我们人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我指着你的眉心，我没有挨到你，你都能感觉到眉心有一种受压感，就这种感觉啊，很好玩。它是我们人体感知外界事物变化的核心啊，但是我们不需要想那么多，就记住你把意念集中到这儿，看看眉毛中间有没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啊。咱们把天眼开开，这样说话直播间容易被封是吧？啊，对，就是跟大家开玩笑玩的啊。就这个地方，把意念集中在这儿，看看眉心额前，你自己的眉毛是否舒展，眉心额前这个位置有什么体感？随着呼吸，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热热的，有没有胀胀的，舒舒服服的？好，再往下走，走到哪？走到我们的人中对端，就是我们口齿的这个位置。口齿的位置很重要，牙尖抵住上牙膛，抵住上颚，牙齿嘴唇微闭。感受口腔在分泌唾液啊，这个地方人家《黄帝内经》里说了，津津郁液嘛啊，口齿生津往下吞，口水在现代的运动科学领域里面讲，它有一种唾液酶，能够促进消化吸收，提升自己身体的这个代谢循环啊。然后咱们这个方法呢，我得教你们一个点，9点半，我觉得恶心，我自己从来不做，就是看看你们愿不愿意做了。要求是攒满一嘴，
就跟喝那种大桶水一样，吨水的感觉，攒满一嘴再往下吞，不要有一点就吞，攒满一个口腔再往下去吞，叫攒精咽精啊。好，再往下，膻中啊，感受在呼吸的过程里面，如果你的思维和感知很细腻的话，你能够很充分的感受到膻中穴有拉长、收缩、拉长、收缩的感觉。当你的膈肌能够拉到这儿，那你一口气就特别长。当你的膈肌只能拉到这儿，那你的气息就没有别人长。所以呼吸的过程当中锻炼的就是我们的呼吸肌，呼吸肌越灵活越有力，气越长，命越长，气越长，劲越长，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呼吸，最后一个意念，再往下走，来到我们的小腹丹田，感受一下，当你走完这一圈，丹田是否变得更加舒适？呼吸的过程里面更得劲儿了。怎么了姐？你也不练，太难了。所以为什么咱们说现在好多人站不了桩？因为你静不下来。如果你静下来了，什么都不想了，你跟着我的引导，你能走完这一圈，你是很厉害的。这就叫小周天。那大周天是啥？任脉、督脉。你看姐，你一甩手，就证明你被这个苍蝇干扰了，对不对？是立马就这儿有意念了，身上什么样的气感都没有了。为什么老先辈们说一语不能加，蝇虫不能落？它不是说你苍蝇蚊子落不到你身上，而是说它落到你身上，你都跟没落你身上一样，你就不感觉它，就是一样啊。然后我们再说大周天，那么你就要背12正经啊，手太阴肺经，足太阳、足名阳、足少阳，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那就更难了。反正我是没走过大周天，太费劲，费脑子。你得记住每个小点点对应我们的身体的位置，要走完小周一圈以后，顺着你的胳膊转着圈去从手太阴肺经开始走。那谁能走得了？我都烦死了，走个小周天我都烦死了，还走大周天。所以说我们就记住，走完这一圈之后，你的身体会发现整个人从脖子以下，你看下雨，从脖子以下这一块到后背到屁股蛋子热乎乎的，你把你手放在你腰上，它不凉了，它是热腾腾的，热气往外冒。你头热，那光感头热，那证明姐今天不低血糖了，下午不低血糖了，知道吧？头热下午就不低血糖了。对，明白了吧，同学们？所以说站桩的核心点就是今天把这个内容教给你们，你们回去要是喜欢练了，玩一玩。如果觉得太复杂了，练靠墙静蹲啊，因为站桩的核心基础是为了让大家提升腿部肌肉力量，记住了吧？好，坐那儿歇会儿啊，然后咱们开始今天下午的正式进入咱的太极拳老家一路的第一式啊。对，第一段。